欢迎您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中东的局势现在也影响到了原本计划好的川普访中行，因为川普呢在这个礼拜突然表示，他要把原定在3月底4月初的访中行程延后至少2周。川普说呢，因为他目前必须专注于处理伊朗局势，所以大概会在5-6周以内再展开他的亚洲行程，但是他并没有提供一个具体的日期。那外界也在想，是不是一旦这个日期又说死了，万一又往后延，那岂不是没面子嘛？好，南华早报也指出啊，北京方面对华盛顿的反复无常非常的不高兴。北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成浩分析说呢，川普对于延迟访华的理由一变再变。一开始把这个延期跟中方是不是要愿意帮忙护航荷姆斯海峡挂钩在一起，甚至还公开威胁他不去中国大陆访中了。那后来呢又改口，说纯粹是会议后勤安排出了问题。好，但是这种朝令夕改的作风啊，很可能会让北京高层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美国内部现在的协调已经陷入了彻底混乱。问题来了，就是川普的访中这个行程啊，他的理由是一变再变啊。如果站在谈判策略的角度来看，最近也有人说，这会不会是一个想要垫高一些谈判手马的手段呢？老师，我觉得没那么复杂，没这么复杂，就这么单纯。因为现在伊朗里面，对，因为基本上哈，因为川普这个人是随性的嘛，他很率性的讲话说，我叫你们来护航，你不来以后我就不见你了啊，我这个可以延后，对，随便讲。所以你如果把川普的讲话每都当真，说哎呀你内部混乱啊，你是太不了解川普了啊。他的人就像讲，他没有很当真。没有很当真的，所以你说是策略性的什么垫高，那是中国大陆是用他自己的想法去解读川普，就我觉得没那么复杂。那么难道你说这时候去，那当然这时候不好去嘛。比如说中国的支持上，他是支持伊朗的啊，他说这挺伊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那你说川普他到见了习近平，第一个那然后习近平看他们怎么谈这个战争呢？啊，那么是川普要伊朗要中国，你说你是劝伊朗呢，还是中国告诉川普说你不要打啦？到底这讲大家都有尴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晓得国际政治上的事情啊，一向都是有排挤效用。就哪一个事件忽然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以后，另外事件既然就被排挤下去，所以人的注意力啊是稀有资源。那我们现在全世界，你看每天，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绝大部分时间都还在谈伊朗，对不对？你不谈伊朗谈了多久？他打3个礼拜，你谈3个礼拜；他谈4个礼拜，你谈4个礼拜。对。你哪有精神去想说好好规划一下美中之间的谈些什么问题啊？那么怎么规划啊？那么这世界局势或怎么样？那既然没有时间来谈，然后你的行程缩短，你的议程不断的缩减，然后达成的效用有限。那这时候就不如不见嘛。确实，大家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中东。对，没有准备好就不要看了嘛，就不要来嘛。对，就不要来。所以你说中国大陆很生气吗？我说如果真的生气也是装的了，因为那时候来他才会很生气，因为来的时候你没把我当一回事儿，那就算吧，那就延后吧。延后就是说，那延后以后等到他打完。好，你刚刚也问了问题，那什么时候会停呢？那当然，有些学者讲法就是说，要看看哪边武器用得完嘛，啊，武器用完了就停。那还有人在讲法，美国内部事实上有3派的辩论，对，有一派是说根本找个理由就停了吧，啊，要不然会影响到后面。几派的辩论，所以你说川普能不能决定呢？川普也还没决定，他也还在想，对不对？那你说，所以才说延了4周呢，还是5周、6周呢？不一定，不讲死。等他真的去了，好，战争一定已经打完了嘛。这就是我想接下来请教老师的是，因为刚才也提到说，美国内部的协调真的是陷入一个彻底混乱嘛？因为对照最近有一件事情发生啊，这个反恐中心负责人他就辞职，对，就是他们内部针对于伊朗的行动。他看法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他的内部有分裂，像 MAGA 内部也分裂嘛，有很多人不同赞成。你说新保守主义贾拉汉参议员这一派啊，或者 Bannon 这一派啊，或者说原来的像怀尔斯，像他幕僚长的，他们3个就是3个不同的意见，所以才叫辩论嘛。啊，那辩论等不等于混乱呢？因为每个政策执行都有辩论啊，那所以后面混乱要看川普最后的决策，所以哪一天不知道。但是如果真的决定了要去的话，那中国大陆一定想说，那你现在延后了，你要拿什么东西更好的成果出来？对，那就是我们后面要看的。现在往后延啊，但中美双方在这段往后延的时间可以做些什么呢？因为现在日期一直是改来改去啊，你看川普的这个口吻呢一再的改变。那当然，这个《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呢，因为白宫方面呢
迟迟不提供川普的议程细节啊，所以导致中美双方可能会达成的协议。那这部分恐怕又会有一些变数，让大陆方面的相关的官员感到无奈啊。美国商界的领袖则表示说，目前为止他们也不清楚是不是自己会被邀请啊，跟着川普，那到接下来跟着他一起去中国大陆访问。好，我们回顾2025年10月份在韩国当时的川习会，双方曾经达成为期1年的贸易战停火协议，中方增加了对美农产品还有波音飞机的采购，美方呢也放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限制。但在今年呢，美方却针对中方连续启动了2项301调查，而中方商务部也立刻敦促美方应该纠正错误的做法，中方也会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那这些冲突呢，是不是也都替今年的川习会蒙上阴影？还记得吗？川普本来说今年他至少就是美国这边呢讲说至少有4次的川习会，但没有想到第一次本来是在3月底4月初就要如期登场的，现在却造成了难产。这段时间中美双方各自要赶快再准备的内容，陆老师怎么看？两边上个礼拜在这个欧洲谈了。何立峰跟这个 Bessenter 对贸易的议题，结果谈不出没有什么，所以他是说有建设性的沟通，但是没有任何的成果。这就可以看得出来，两边对于贸易的议题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那在美国这个最高法院宣判这个川普的关税无效以后，那美国又启动了301的这个调查，那中国大陆当然觉得非常的不高兴，那你又等于在破坏两边的一个过去的维持的这个和谐的一个印象。那现在呢，川普他根本不能在这时候去啊，因为你现在你在伊朗的战事焦灼，那如果你出国跑去跟你的战略竞争对手来握手，你要谈什么呢？贸易也没有进展，然后你又不是很风光的去，你现在一个泥淖里，那当然川普不会在这个时候去中国访问。那中国当然也理解这样情况，因为在这个时候中国跟美国谈的话，那中国会处于一个比较优势的一方。对川普来讲，这不是他所希望。对啊，那从他的书里面，我们知道《The Art of the Deal》里面，我们就看出来，他最喜欢极限施压。就像刚刚刘老师讲，他在出门前一刻发现，今天这个盘对我不利，我就不去了。这个交易对我完全没有好处，那我现在去中国做什么呢？我到现在根本没有跟他谈成任何交易。那我希望他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希望他金融市场开放希望他这个取消这个补贴国企，好像一样也没有做成。那他还是继续买我的大豆买我的这农产品。那我们就要维持这样子嘛，就先想好了，等伊朗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跟中国要谈他的贸易议题。了解，刘老师会不会觉得现在的这个整个演变不在川普预先想好的剧本里绝对是的。他哪里晓得伊朗战争又打成这个样子？变调的音符，原本以为可以速速解决他也许把事情想太简，就有2种了。一般来讲，有的人说这领导人做决策错了，就是旁边的人给的资讯错。另外就是他自己。那川普的一向的标榜就是他自己。我的什么就是他自己太过自信了。对，而且尤其除了川普以外，我们还得注意另外一个人纳坦雅胡这个纳坦雅胡的角色在当中也是颇耐人寻味。好，那么法新社有分析的说，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川习会呢，川普延迟了这个川习会很可能就是受到了伊朗冲突的牵制，因为呢，川普现在很难明确表达这个伊朗冲突什么时候会结束，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面对这个传统的盟友都不愿意表达支持最近当然有了这个6国的联合声明，不过看完之后也觉得好像在打太极拳所以川普呢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很可能需要一场外交胜利。那这个国际危机组织的一位专家叫做阿里韦恩，他就分析了伊朗战事。他说，这场本意是为了威慑北京的美国武力展示，到头来却反而戳破了美国无所不能的幻象。因为呢，靠着美国无法独自让这个荷姆兹海峡重新开放，所以华盛顿现在需要他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也就是北京，来帮他处理这场自导自演的危机。这样听起来似乎在筹码上中方略多，是这样吗？我想大家不要什么事情都是解释是要对着中国大陆，你知道，尤其是在台湾的所有媒体或者分析者，这样样事情，这个天下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对着北京的所有阴谋，这是不对的。我觉得今天真正在川普上最大的压力，要知道，其中选举选不好，
他就跛脚了。是，所以呢，11月第一个礼拜三，也就是11月30日啊，有435位啊众议员要改选，1/3的参议员要改选，34个州长这要改选。然后呢，假如你把 Vermont 跟 New Hampshire 那2年任期的州长再算上，36个州长，对不起啊，这个就跟这个下次的这个政治的版图的大洗牌啊，他一定要决定。但是不要忘记，2月28号中东开打，3月4号众议员选举开跑。对，他现在啊，我的了解啊，这个北京啊，就是说所有驻美的这个人力以及去花了钱去雇这些政治公司，都在估这个选情，因为这个选情同样川普也在看，所以呢，他今天啊，所有今天要谈的经济的交易，无论是在这个叫做华盛顿州的跟波音有关的，还有他这个下游的厂商这样联系，还有那些就是种大豆的各州，7月份大豆要熟了，你一定要在那个熟了之前就把它这个就是说敲定，要不然他仓储去年已经搞了一次这个飞机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会随着这个选情，假如转趋不利，他的焦躁感会更低。现在啊，就是说这个刚才骆老师有讲到了，贝森特跟何立峰这边谈，在 OECD 玩，然后 OECD 出来，贝森特一出来，你知道，你可以感觉到我的了解，这个说你缓一点来，其实是北京建议的。所以贝森特如获至宝，所以他那个碰到就是说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立刻对不起，这跟这个叫做北京那个叫北京派船没派船没有什么关系，立刻撇了。这个我的了解，假如他要延迟，只是如何，就干脆顺势是吧？就是顺势。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究竟是这个川普那边，川普这个人嘴巴上从不饶人，每次都觉得好像他主控大局，事实上。我们知道，在这些所有峰会有下面这12个字的原则：成交才能成局，成局才能成型。今年本来就要见4次面，你要的是风风光光来这边收获经济成果，去挽救你的其中选举的选情。因为现在各个这个所有的政治推估都知道，这个共和党可能惨败。对。惨败，后面2年他干总统也没什么意思了。没错，而且甚至有可能会面临被弹劾的这个风险。对，而且你要知道，他在那边万一众议院那边不合作，那个很多法案不能过，那后面根本就没有戏上。对，所以他现在是如热锅上蚂蚁，只是这个人从来不示弱。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今天要分析，大家都觉得好像美国现在在对的，你不知道美国现在是我们知道龙虾换壳的时候是最脆弱的，现在面临其中选举选情的变化。对，这个北京的做情报的不是傻瓜，做分析的也不是傻瓜，现在全部都看这些，尤其那几个跟中国大陆贸易的那几个州的选情是最重要的。假如那些这个一下翻盘，那就是真的毁了选举啊，真的是对川普来讲，此刻当下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大家一看呢，我还要再提醒一个，对我们而言呢，就是王毅跟卢比欧谈的那个线，就是军售。他们一直在军售之中，美国到那个地方，就我们都知道他在谈，对不对？你每次就端出来6项保证，但是6项保证呢，我还是要重复一下英文。6项保证说我们不会谈军售是 has not agreed to，意思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没谈，他没有讲说 we will never we will not。也就是说，没有保证以后是继续保证的，就是说，只是跟你讲，我们保证这一次之前我们没有谈。对，所以大家我多少年，我觉得我们研究美国政治，尤其国内的很多事情，大家畏于去讲说那个6项保证根本有4项根本就不能算数，只有2项你还可以勉强相信。现在对川普来讲，其实就是要想办法找一个台阶下，而且要体面的下台阶。所以呢。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他的最新说法，强调说，日后维系荷姆斯海峡安全的责任，应该是由仰赖这条航道的国家扛起来。也强调呢，美国用不着荷姆斯，所以呢不必负责来巡逻跟保卫。正好印证了刚才金哥先预期的这个，要美军要来护航，恐怕机会还真是小。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好，回到节目来关心的是中国大陆的两会近日落幕。那么台湾的国安单位分析说今年两会的核心目标是透过“15+5”替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连任造势。那其中呢，维稳又是重中之重。在经济方面，大陆宣布了2026的 GDP 成长目标定在4.5%到5%这之间。发改委主任郑肇杰也宣布，政府计划撒下超过7兆人民币的重金，要来推动水网、电网、算力网、新型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还有物联网，这总共有6张网啊。另外还要拨款2000亿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来支持设备更新，推动制造业从规模领先转向实力领跑。郑肇杰也说呢，为了确保经济达标，大陆官方将会透过扩大政府投资、激发民间活力，双管齐下，成为支撑大陆内需的关键支柱。我们先来看这个要砸下7兆人民币这算是重金，要打造6张网，希望宏观的目标就是撑起大陆的内需，来帮助达到经济维稳的目的啊。那这个政策的关键支柱我们怎么来从当中来一窥一二？陆老师，你怎么看？这个的确，这7兆呢，打造这6张网呢，有它的这个投资的意义，因为它希望透过投资来强化它的消费能力。我们都知道，这个大陆的这个消费一直占它 GDP 的比例是相当低的，它只有40%，美国是最高的，占68.5%，那我们台湾也大概60%几，所以大部分的国家它的消费占它 GDP 都是60%以上。那但中国大陆因为经济的一个目前的状况是迟缓的情况之下，所以消费本来就低。那当消费不振的时候，那政府一定用它的力量，就用投资来带动消费，刺激消费。所以它必须投资这7兆元打造这6张网。那这个7兆元有什么意义呢？它可以托底，就它的经济成长率是4.5%到5%。那我要至少我的底我要先保住，我们叫保底，他们叫托底。拖住这个经济的这个成长，不要让它往下保在4.5%。对，保在4.5%。那还有，就当然中国大陆也是强调未来的这15+5呢，他们很重视，就是因为大陆工业的产值目前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可是他希望用 AI 的应用在所有的制造业的领域，所以他最重要是希望所有的产业都用 AI 来去做，所以他是要发展这样的一个。这样它才能够在 AI 里面领先美国。这是它。你看过去14+5的时候，它这个电池太阳能、电动车无人机，它目前都全世界第一。那再来就是 AI 的竞争，在科技的竞争。所以如果它能够在 AI 应用到所有的工业制造业产业领域的话，那将来在15+5就有它一个很重大的意义。所以现在这谈到的6张网就是砸下重金7兆要打造的6张网。也可以看成是目前面对整个中国大陆内部就通货紧缩，因为各国都在想怎么样因应通膨只有大陆目前是要想怎么样能够解决通缩。对，因为它维稳才是最重要，所以你看它维稳的经费是2兆，那它国防预算呢是1.9兆，所以维稳的经费呢还高于国防经费，所以你就重视。那维稳是什么？是公安是武警是这方面的，所以维持社会秩序的这个经费，甚至重于国防的经费。OK， 在经济维稳之外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北京方面也持续推动这个军队的肃贪。那除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解放军代表团的谈话重点，它是聚焦在不能有2星之外，肃贪现在也延烧到了。有这个歼20之父歼20之父的航空设计专家叫杨伟。那杨伟呢，最近无预警的在中国社会科学就是中国科学院的官网上面被移除了院士的身份与简历香港01的分析是说呢，这个院士荣誉遭到撤除，通常都是涉及到严重的学术违规、道德瑕疵，或者是触犯了国家法律。大陆的网上呢，这个网络舆论呢也怀疑说，杨伟这次落马的风波很可能是不是涉及到歼20在开发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这个数据造假那整起事件的真相当然要等当局进一步的说明。所以我们先来看这新一波的肃贪目的背后的一个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金哥怎么看？我觉得很多人都是用政治解读，但是我必须要提醒。
解放军是铁打的营盘，没有说因为抓贪污就把它抓垮了。军队打仗本来就有损伤，那这个肃贪之中没有说是要继续抓，要办到底，要动摇国本。他连周永康都给抓下来，你现在抓这些上将又是如何？对不对？我觉得这反而有点像对解放军的压力测试。抓到这么多啊，这一拎起来跟这一挂粽子一样，抓了这么多人，你还能不能继续运作？我觉得这个我们倒是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我们现在看呢，解放军的日常的这个战备运作演训，其实都还是要循着一定的轨迹。是，当然最近呢，从这个台海周边的这个就是解放军基建数量的变化，有人做了很多这些推估文章，但是我要强调一点，解放军所负责的领域不是只有台北，就是说台湾这一面对不对？但是呢，从今年的1月一直到现在为止这个穿越这个就是第一岛链的这个共军的基建除了2月28号那天有几批飞机之外，全部都停了，这个才是个真正很奇怪的。你觉得原因？我觉得不知道。我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跟普通民嘴不一样，我不知为不知，对不对？你不能胡说八道，所以你要有真正的这个证据来显示。但是确实，我们现在只知道增厚，但是呢，民嘴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扯出一个诠释。我只能告诉你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必须要强调一点。有人要在那边讲说阳痿落马极可能到歼20这个开发造假，我跟各位讲，对不起，不是他一个人把战机做出来，那不是一个粘土捏就靠他一个人，那不是个艺术品那是一堆成千上百的，就是工程师还有测试人员这样弄，那是一个集体创作，而且他是设计的人。那不是计划主持人，计划的主持人还有真的，而且现在都已经是量产。你想想看，中间有多少环节，每个东西参数都要测试的，那个每一个都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这个歼20造假是一个编得很拙劣的。所以这次的除名被撤除的话，怎么看这个事情？基本上来讲，假如是单一落马是个人的行为的品德的问题，假如是一连串的人落马，贪污都是集体的创作。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名单出来。对，后续还会有一定名单，但是呢，设计专家能够牵动的，他不是真正这个就是生产计划的主持人。生产计划主持人在就是说这个制造研发的经费上贪污，那样一个集体的合作。没错。我们就打个比方，像秦刚落马，事实上也只有他一个，没有大规模的整数，那就是表示他个人行为。所以今天杨伟他今天落马被整数，那假如没有其他牵连到别人，那就是个人行为，那就不需要在歼20上面再去做文章。确实，我们确实有很多人天天希望就是中国大陆歼20出问题，但不是靠这种方式吧？而且您刚刚提到说，其实如果就算后来抓出来所谓的数据造假这样的一个疑虑的话，也应该跟测试相关的人员那有太多人要牵涉，这个从头到尾今天都已经步入量产200-300架，没错。乖，这个东西要追查上可以上千万人对，好，刘老师，我继续要请教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他们最近也发布了一个报告那也让外界这个有看的是一头雾水因为他们突然发布了30多页的2026美国情报社群年度威胁评估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当中指出，中国大陆现阶段并没有计划在2027年入侵台湾。2026年，北京当局呢可能会持续寻求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为最终促成与台湾统一来创造条件。不过，日本防卫省智库这防卫研究所呢，他们最近则是透过卫星影像发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就是在台湾海峡沿岸，就是解放军的航空基地正在逐渐的部署这个1960年代的老旧战机，就是歼6这一类型的战机所以他们分析说，如果把歼6战机改装成无人机再利用的话，可以攻击敌方雷达、飞弹阵地，还有机场设施或者是关键基础设施，会迫使敌方必须进行拦截，而最终呢就达成消耗敌方的弹药跟人员的目的。我们先来看，就是这个歼6机老旧战机被改装当成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我们怎么看？不，这个问题其实是两件事情了。第一个就是就刚刚问的日本人的他们的看法对，就是我觉得这有可能了，就是他这块就是消耗我们的弹药和人员嘛。事实上，他有各种办法去消耗我们，包括他扰台什么都是在消耗，都是消耗。
但是最前面的问题讲说是不是2027？其实2027打不打，说打也是美国人讲的，说不打也是美国人讲，对不对？他说对，要卖武器也是他，然后叫你就增加国防预算也是他。其实所有的打仗从来就不是单独说看武器，你要看大陆内部状况、台湾内部状况，还有整个国际情势，不是谁想打就打得了，谁武器赢就一定可以打得了。我们研究国际政治从来不是在真空里面进行，它有整个大的一个环境嘛。那另外呢，如果说中共要达成什么目的，是不是用武力是唯一的一个方式？它可能还有别的方式，就要讲，也许用和平的方式，或给你别的高压的方式、灰色地带的方式。所以我们是要成为一个戒心，但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给吓坏了。对啊，因为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办的。打不打这个事情啊，其实。